今天我们要讲的 topic 是我是如何减肥，还有 maintain 我的 weight after 我减掉我的肉。先给大家一些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关于我的身高体重，还有为什么我要减肥。然后呢，之后我会告诉大家一些好消息，关于我是如何成功的，还有我觉得减肥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我一共花了3个月的时间，把自己从60公斤132磅减到了105磅，也就是好像是47点几公斤，48公斤不到，其中大概减了12公斤，是25到27磅左右。我想要告诉大家我是怎么做到的，这样子想要跟我一样减肥的小伙伴们说不定可以得到一些灵感啊、启发或者是 encouragement， 这是这段视频的目的。我的体重是1.63米、1.64米左右，在美国是5 feet 3 5 feet 4。我应该是一共有大概6年的时间吧。我是一个微胖界的女生，我是130磅到135磅之间，也就是说大概57到60公斤之间。对于一个1.63米的话，我都不确定微胖界可以容下我，说不定就是一个胖子。那我其实以前在大学的时候，就21岁以前，我是一个跟现在差不多105、110磅，也就是不到100斤吧，这样子的一个体重，一直都是这样子。后来我大学毕业以后呢，我就突然间觉得世界扩大了，然后我搬来了加州，我在这边有很多好吃的，有工作了，赚钱了，然后可以买奶茶什么的，所以就完全失控的就吃下去了。所以从当时的110磅到130磅，也就花了4个月吧，最多我就成为了一个胖子。但是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然后虽然以前大学同学后来看到我跟我说我胖了，但是我不太敢承认，然后也不想要承认，所以我就一直在骗自己说是我有点胖了，但是也没有胖到难看的地步。后来我是因为以前一直在给大家录视频关于我的包包呀什么的，所以我有时候会自己回去看我自己录的视频，发现确实是胖哈，脸特别圆，然后整个人身体的 figure 就很大，所以就是后来终于下定决心要减肥，也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因为在自己的video 里面看到自己挺胖的，我不想在淘宝上找不到自己的 size。我也不想在美国还需要穿 medium 或者是 large， 我觉得太悲惨了。Before I go into 我每个月具体做了什么，就是这么快把它减下来。我想跟各位在看这个视频的 most likely 是个妹子，但是男生也是一样的啦。就是我觉得减肥不是一件难事儿。Compared to 就是世界上很多更难的事情来说，减肥其实是一件挺简单的事情。减肥是一件完全受你自己控制的事情。这个世界上，我觉得除了减肥以外，很难找到一些完全受你自己控制的事情，你可以做到有结果的。但是减肥是一个，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只要你跟着我说的做了，你也会得到同样的效果。但是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自控能力，自己控制自己。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你就能瘦下来，就是这么简单。现在在 try to grow 我的 YouTube channel， 这些我觉得都比减肥要难，因为你坐在这儿看我已经非常的幸运了，但是我不能控制你来不来看我，对吧？我也只能尽我所能，希望你来看我的 video， 希望你能给我 subscribe， 希望你能给我一个 thumbs up 之类的。但是这个也只能是我希望，我不能控制你，我也不认识你，这个是除我能力之外可以控制的事情。但是减肥是完全是我自己可以控制，而且我自己可以控制好自己，就会有我要的结果的那种。所以减肥其实挺简单的。那我们现在先讲一下，就是一些基本的 concept， 关于基础代谢，就是 BMR， 好像是叫 basal metabolism。如果对基础代谢不清楚的小伙伴们的话，我稍微过一下，简短的过一下。基础代谢就是你一天要
花费的卡路里来生活，包括你在走路、你在呼吸、你在 thinking，思考、工作，这些都是你没有在运动的时候也是会烧掉的卡路里。我的基础代谢呢，一天大概是1400卡。网上有很多网站什么的可以帮你算你的基础代谢，你也可以买秤来称自己的基础代谢，这些都是一些办法可以让自己得到一个比较rough estimate， 大概知道一下自己的基础代谢是多少。我可以把我找到的网上可以算的基础代谢的网站放在信息栏里面，所以之后你可以去算算你自己的基础代谢。那我是1400左右，我算出来的办法是 from 我的秤，我也会把我的秤或者是可以量基础代谢的秤的一些 information 放在信息栏，这样子你也可以去买一个秤，他们不贵的，也就10几20块美金。其实你要瘦下来就是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 concept。就是我刚才说的，除了 self-discipline 就是自控之外，还有真正的 how it works， 就是它怎么得到效用呢？是你每天要消耗的卡路里比你吃进去的要多，那就行了，就这么简单。也就是说呢，你少吃点多动点，其实也就是这么个老道理。那我们就来看看我具体是怎么实行的吧。我们先从第一个月开始啊，我就准备一些 notes。我刚开始减肥的时候，我是132磅。那个时候呢，我的目标是想要达到105磅。我也不知道自己要花多久的时间，但是我知道我要达到这个目标，而且我非常想要快点达到这个目标，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只要目标清晰了以后，就很想要赶快的达到它，然后我会尽我所有的可能赶快达到它。第一个月的时候还在摸索，不知道怎么减肥，所以我就给自己算了一下，我的基础代谢是1400。当时其实不是1400，因为当时我比较肥，所以我的基础代谢一天好像是1600到1700卡路里，但是我只允许自己吃1500卡路里，所以这样子的话，吃的就比消耗的要少，这样子 supposedly 就会瘦，对吧？我们每个月先讲吃的地方，再讲运动的地方。所以吃的话，我一天只吃1500卡路里。我用了一个 app 叫 MyFitnessPal 来输入我都在吃什么东西。这个 app 的话，可以让你 rough estimate 一下你一天能吃多少卡路里的东西。我早餐会吃一个挺满挺大的早餐，这个跟我减肥前其实很不一样，因为我减肥前的 N 年都是在辛苦的工作和不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和体态的一个情况。减肥前我是会几乎不吃早饭，因为我早上起来起不来床，然后起来床以后就急急忙忙的上班，赶去公司开会之类的，所以我就会把早饭 skip 掉。甚至更坏的是，我减肥前会吃一些甜品或者喝一些很甜的咖啡 from 星巴克来克制自己的饿，因为甜的东西会让你暂时不那么饿。减肥前我会到了中午才会吃一大顿，然后晚饭会吃更大一顿，这是减肥前的我。那第一个月开始呢，我就改了一下，我把那个最大顿的晚餐挪到早上，所以我早上会早起一点，然后允许自己更多的时间可以吃早饭。我会吃一大顿早饭，然后中饭我会稍微 reduce 一点以前的饭量，然后晚饭呢再 reduce 一点。比如说我以前晚饭一顿可以吃25个饺子，我第一个月在减肥的时候就把它减到了10个饺子。其他的方面改善的是我不喝奶茶了，我把奶茶彻底停掉了，还有蛋糕啊这些甜品我也全都停掉了，米饭也停掉了。面还偶尔吃一点，因为我是一个爱吃面的人，但是我也尽量不在晚饭吃，尽量在中饭吃面。还有就是我们在美国这边，他们给的食量挺大的，每一次你去点一碗面，它的碗都巨大无比。如果你去看一些我的 vlog， 你就会知道了。我都会尽量把那个面跟我同事分，就是我们会点一个人一碗面，但是弄1-2个小碗，然后把它分掉。这样子的话，你就等于把你的卡路里减半送出去，对吧？所以这也是一个办法，然后晚饭少吃点，糖减掉，或者糖撤掉，就是从你生活中撤出去。carbohydrate 几乎不吃嘛，面食什么的就尽量不要吃。所以这是我第一个月的吃上的改变。我第一个月的运动的话，减肥前的我是一个很懒的人，我觉得我懒到就是上楼梯都在喘了。我就发现确实是该多动动了。
那段时间，后来我的医生都其实减肥前有一段时间，我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大，或者是自己给自己压力大，我会觉得就是呼吸有点困难了，都呼吸不上来。减肥后呢，我是第1个月开始，我是很急着减嘛，所以我就每天晚上都运动。我每天晚上都会，先从 yoga 开始做一些瑜伽，然后我会去跟着一些 YouTube video 会做一些他们的 cardio workout，蹦蹦跳跳的，或者是找一些Hyuna 呀或者蔡依林他们的舞蹈，然后跟着跳。就算我自己跳的不好，但是反正我就在蹦起来，这样子那个卡路里它就燃烧起来了嘛。所以每天晚上我吃完晚饭以后，我先休息个不到1个小时，然后我就会先从瑜伽开始，因为瑜伽比较慢嘛，所以因为你还没有全消化完，所以你先从瑜伽开始。吃完晚饭和开始运动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我会遛狗，或者是我会做一些工作之类的，反正就是让它消化掉。我1个星期会大概健身5到7天，几乎每天晚上我都在健身，只要我有力气，只要我没有病倒，只要我工作没有非常需要我就在健身。我是这么的有毅力，因为我要瘦下来嘛。然后我之前也说了，最主要的是自控。如果你控制了自己的吃，控制了自己的动，你就是会瘦下来，就是这么简单。第1个月就这样子下去了以后，说我这第1个月就瘦了8磅，这已经是我之前的6年里面瘦过的最大的一次了。就是以前我有试过，就6年里面其实我也试过减肥的，但是每一次都是扛不过1个礼拜，我就会又回去喝奶茶了，或者是我就觉得太累了，我不想要健身，所以就坚持不过去。这次第1个月我坚持到可以瘦到124磅，我已经很对自己挺满意的，然后我就是 give myself a pat on the back 那种感觉，你知道吗？然后而且当时我妈还有我老公都说，你都这么多年了，你也瘦不下来，你已经肥了那么多年了，然后这么多年你也说你要减肥，说你要减肥，说了好几次，你没看你一次减下来的，所以就是特别激励我这些话。因为我就是觉得，越不相信我，越不看好我的人，我一定要 prove 给你，我能做到。就是我第1个月瘦到124磅的时候，其实我妈她都没怎么发觉到，她或者说我妈她就没发觉到，我老公他说稍微发觉到一点，好像我的脸变瘦了一点，如果是我问就是同事的话，他们谁都没发觉我瘦了，我就是因为没人告诉我，我觉得没人发觉，所以我就特地抓了一个同事去问，然后他说你瘦了吗？没看出来耶，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吗？所以我就是特别的心痛，我觉得我这么辛苦，居然没人看出来我瘦了，也就是说我要更努力。第2个月开始呢，为了能够更快的瘦下来，能让人看出来我真的瘦了，吃的方面，我第2个月开始，我把1500卡的摄入，我改成1000卡的摄入，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 drastic change， 是挺伤身体的。我觉得当时也是就是为了赶快减下来，也不顾那么多了。早餐的话，以前我妈当时给了我一些麻花啊，还有一些甜饼什么的。以前不减肥的时候，我会就早上1个麻花1个甜饼全部干掉，然后都不觉得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我在减肥的这个第2个月，我非常非常想吃，我看着它我就流口水，但是我忍住自己，然后我就是把那个麻花切成4段，甜饼也切成4个，我每天早上只让自己吃1/4。中餐的话我也改了，以第1个月的时候中餐我会去吃，就是还是会跟同事去，有时候吃点面什么的，炒菜呀什么的，但虽然不吃米饭，但是还是吃有油的东西。第2个月为了快点瘦下来，我就把这些都砍掉了，然后我就直接就是去我们公司食堂，或者是美国这边有一个地方叫 Whole Foods， 他们卖沙拉都是非常新鲜的沙拉，所以我把中饭就改成了沙拉，就是我只吃沙拉，什么其他的东西我都不吃，也没有面包，也没有面食，而且我的沙拉都是我自己做的，也就是说他们都是一个 salad bar， 然后我可以去选我到底要吃什么我都是通常放一群的叶子进去，然后会放一点什么黄瓜片一点玉米然后最多再放一点 ham 和一些鸡块之类的，但是我都不会放任何的 dressing， 拌料都没有了，我就直接啃树叶。
可能我很辛苦，可能我也很痛苦，因为确实是一点味道都没有。我记得当时就是没有味道到我需要就是撒点盐或者是那个胡椒来调味儿，但是还是没有味道。所以美国这边有一种沙拉酱是叫什么 vinegar， 就是其实我觉得有点像醋，然后但是那个东西几乎没有卡路里嘛，所以我就撒醋上去。通常美国人配那个醋会配油，然后油和醋，然后再加点什么盐之类的。但是我为了就是快点达到效果，我连油都不放，我就放醋和盐，因为这些东西没有卡路里嘛。所以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在吃那个超恶心的那个沙拉，就是涩涩的。但是后来我就直接不放醋了，我也不放盐了，我就生啃，我不管那么多了，我要瘦。所以当时就是这么一个 process 就是自控，还是回到自控，对吧？晚饭呢？晚饭我更那个神经了，我就是不吃晚饭了，我直接把它换成一杯奶，而且我的奶都是脱脂牛奶，0%的那个fat，就是 0% fat 的那个牛奶，我会加一些蛋白粉还有一些fiber powder， 因为我就是怕营养跟不上嘛。结果后来还是营养跟不上了，我就是稍微接触了一下外面的人，我就被人家的那个感冒病菌给打败了，所以我当时就感冒了，我感冒了大概1个礼拜，而且我感冒的时候，我记得我还是很神经的希望我能在感冒的时候瘦下来，所以我想就是不吃或者少吃，在我感冒的时候反正也没什么胃口，我就说我干脆能不吃就不吃。后来我老公跟我说，你在感冒，你在 try to 恢复，你的身体本来就用了更多的能量，所以你的基础代谢已经就是用的很多了，所以你需要吃一点的，要不然你无法好，你的感冒就不会好。我就听了他的劝，然后喝点汤，喝点粥，然后吃点水果之类的，慢慢的大概4-5天我的感冒就好了。感冒好了以后，我一点都没有耽误，早上几乎不吃，中午就吃沙拉，然后晚上就吃一杯奶或者蛋白粉，但是我唯一改的一点是我加了更多的维他命，因为这样子我觉得其实是有所帮助的。所以如果你要像我这样子神经的减肥的话，你也加点维他命吧，这样子会让你的 immune system 免疫系统不会太弱。这就是我第2个月的吃上的改变。那第2个月运动上的话，其实我并没有太大的改变，因为第1个月的运动量已经非常大了，让我的身体很不适应，因为我是一个以前完全不运动的人嘛，所以第2个月我也没有增强我的运动，我觉得我已经无法再增强了，我已经很强的在运动了，所以我也就是能动就动，1周5到7天我都在动，晚上只要我能有时间，我逼着自己没有力气我也动。我会有时候就不怎么练 yoga 了，因为我觉得 yoga 效果有点慢，我是一个心急的人嘛，所以我就不怎么练瑜伽。我大部分都是就是动得很厉害的那种，我会跟着 Hyuna 他们跳舞每个晚上都就是狂跳1个多小时，或者是跟着一些其他的瘦身的舞蹈在跳，反正就是大汗淋漓的。最后第2个月下来，我发现有一点改善的是，因为我吃的东西虽然不太好吃，但是非常健康，我会这么觉得。我觉得好像给我的胃和我的身体做了一次清洁，反而是这种效果有达到。我整个人变得更有精神了。我每天晚上可以终于做到一点，就是日落就困，然后日出就醒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那种最原始、最自然的你应该有的健康状态。就是减肥前我都是闹钟叫不醒的，早上9点10点根本就起不来床。后来我第2个月开始的时候，我已经早上自然天亮就醒，也就6、7点吧。我就睡不着了，然后我晚上9点到10点我就睡了，因为我太饿了，所以我不得不睡。我如果不睡的话，我就会想要找吃的，所以我就尽量想办法让自己赶快睡，睡了就不饿了，第2天早上就有吃的了。我要一天到晚这样告诉自己。第2个月的结果是我从124磅减到了113磅，也就是说我这1个月比第1个月减的还多。第1个月我只减了8磅，第2个月我减了11磅。Overall 我是从132磅减到了113磅。By the end of 第2个月，这个时候我就不用问了，大家都看得出来我瘦了。
而且很多人有一些不太熟的人会说，看起来你有一些变化，然后有一些比较熟的就说你好像瘦了很多哎。你怎么瘦的？我当时听到这些的时候，我就超开心，我觉得这一切的辛苦痛苦都值得了，都值得了，就超级超级超级开心的那种。我们现在讲第3个月，第3个月也就是我达到了我的目标，就是最终的是不到48公斤，105磅左右。因为第1个月减的还挺狠的，就是 compare to 以前嘛。第2个月就非常非常非常狠，有点痛苦了，因为你就是你想一下，我第2个月几乎没有吃任何好吃的东西，除了早餐有时候会吃一点麻花甜饼之类的。所以第3个月呢，我就允许自己稍微的恢复正常一点，因为我怕自己会反弹。大家都说像我这样子瘦的办法的话，肯定会反弹。所以我慢慢的让自己开始吃一些正常的饭，炒菜也好，面也好，或者是甜点也好，都让自己吃。但是唯一的不同是跟减肥前不同的是，我让自己吃非常非常少的 portion， 就是以前减肥前我就是人家卖我多大的一份，我就会吃多大的一份。减肥后一直到今天为止，我都保持的一个习惯就是我吃到我想要吃的分量就行了，我吃到差不多饱，不是完全饱就可以了。因为我会经常的怕自己控制不住自己，我就拉几个小伙伴，然后大家一起一份的量，然后把它都分掉了，这样子大家都吃到了，但是都没有吃的特别撑，这也是一个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其实是我身体本身给我带来的一个改变。我以前没有减肥的时候，我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爱吃甜的。减肥那一段时间，我不是把甜食几乎都戒掉了吗？反而戒掉也就戒掉了，之后就没那么想吃甜的了，以导致于就是减肥后的我，吃太多甜的会头晕。那个时候我就知道 ，OK， 我知道我吃太多甜的了，我不能再吃了。所以我 actually 身体已经告诉我不能吃这么多甜的，也帮助我可以不反弹。第3个月的话，就吃上就是这些改变。我晚餐还是吃的比较少，早餐和中餐的话都吃的比较多，而且就是让自己随便想要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只是不要吃撑，大概7、8分饱吧。还有一个办法我发现挺有用的，就是你嚼慢一点。因为大家都说那个你的脑袋好像有一些迟钝有一些 delay 关于你有没有多饱，所以通常一个东西好吃的东西的时候，你就想要快点吃，把它就吃进去，但是尽量控制自己，让自己吃慢一点，慢慢嚼那个每一口的味道。这样子的话，你的脑袋也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反应你是不是已经越来越饱了，他会告诉你你已经饱了，你可以停了，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Exercise 的话，我第3个月开始真正去报了一个gym，就是健身房。我去美国这边有 24-hour fitness， 他们有各种各样的课程，有一些比较困难的，有一些就是练肌肉的，有一些跳舞的，所以我都会去一些跳舞的那些课程，就只要我有时间我就去。1周我会去跳个2、3次是最少。而且跳那个课程挺好玩的，大家都在跳，老师也在跳，而且老师都特别有带动力，你跟着他就是觉得特别有感兴趣，想跟他一起跳。每节课1个小时，所以你自然也就会跟他就跳下来，就坚持每次锻炼身体都有1个小时。除此之外呢，我第3个月又开始练瑜伽了，我又把瑜伽带回了我的人生中。自从减肥成功到今天为止，我几乎每个礼拜都会做3到5次的瑜伽，这是最少。有时候会做更多。我觉得瑜伽就是确实是挺帮助我的身体，可以我的 muscle 多了以后，我的基础代谢就大了嘛，这样子我就可以多吃一点，所以多长点肌肉是好事儿。不要长得太 crazy， 那种女孩不好看，但是多长一点肌肉是挺好的，能够帮助你，可以让你吃更多好吃的东西。所以第3个月大概就是这样，然后当然大家已经知道我的第3个月的结果就是我达到了我的目标105磅。
这就是我一个减肥历程。其实真正最辛苦的是第2个月，但是算是开头难。第1个月也挺难的，因为以前的我也刚才跟大家说了，是一个整个一个懒散随意的人，就是 as far as 随便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几点吃就几点吃。但是自从减肥之后，我把夜宵啊这些东西全都戒掉了，我尽量保持睡觉前的3到4个小时都不进任何食物。到今天为止，如果我偶尔的时候吃多了，那我过几天就会少吃一点。如果我知道我前几天都吃的挺多的话，我肯定是长肥了几磅嘛，那没关系，我会大概最多允许自己多吃个3、4天，然后第5天开始我就会有1天或者2天不怎么吃晚饭，我的晚饭会以酸奶代替，然后我会经常吃一些坚果，各种的杏仁也好啊，还有 cashew nuts 什么的，我很喜欢吃坚果，然后配一些酸奶，这就是我的晚饭。这样子的话可以帮我自己平衡，就是我可以让自己每周大吃大喝几次，但是我再让自己平衡的1周再有个2、3天是不怎么吃晚饭，然后就吃酸奶啊坚果这种东西，然后尽量是只要有时间就去健身，1个星期最起码找3到5次的机会去健身，去跳操，然后练瑜伽的话就是每天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其实不是很占时间的，而且我觉得对身体伸一伸很舒服的。希望今天的这个减肥分享对大家有益，希望你能在这里得到一些启发或者是 encouragement。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请在下面留言，我会给你回答。今天谢谢你的观看，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记得要点赞和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我们下次见了，拜拜。